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自己好像常常在做白日梦，时不时就整个人就是无神，然后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头，然后不断在想一些事情，然后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哪里，或者是你在做些什么事情。如果有这样子的经验的话，说不定你有所谓的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就是适应不良白日梦的一个症状。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谈谈这个部分吧。我们首先呢，就先来谈谈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的5大症状有哪些呢？第一呢，每天你会花好几个小时在做白日梦。你会发现，你可能每天不管是在做任何事情，你的脑筋就时不时的就神游了，就走神了，然后人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然后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而且你那个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很长很长，你自己都不记得为什么就是那个时段你就突然就做起了白日梦了。这甚至呢可能会造成你忘记自己人在哪，然后忘记了时间点，又或者是整个人变得比较困惑混乱一点，对你的生活容易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这个是最大的一个主要的特征。那第二个呢，你会发现你很担心你花好多的时间在做白日梦，然后白日梦的情境有时候又跟我们的现实生活非常的像，所以呢你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很想要待在你的白日梦里面，因为白日梦里面感觉就是比较轻松、比较自在、比较自由一点，所以你会想要待在白日梦里面，然后就因此呢 again 就是捣乱你的日常生活，导致于你可能觉得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做白日梦，然后白天等到你回神的时候，你的现实生活中有好多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完成，又或者是好多事情都已经堆在那里，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完成了。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第三个呢，你会发现你宁愿做白日梦，也不会想要再去另外多做一些社交活动。你会发现跟人家聊天有时候可能还没那么好玩，又或者是有时候会冷场，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那我宁愿就不要出门，我干脆就待在家里面，可能就是想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或者是想想一些自己白日梦的一些情境，然后你就会发现，白日梦的情境里头可能会让你觉得跟现实生活相比开心了很多，所以你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上。那这个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哦。第四个呢，会让你改变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观感，也就是当你在白日梦的时候，那个情境跟现实那种感觉非常像，甚至更加的强烈。你的视觉、嗅觉、听觉、触觉，你感觉好像一切都很强烈，甚至于感觉好像真实的发生的那种感觉，然后会给你很强烈的一种情绪，所以你可能就不自觉都一直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境里头。反观当你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距离感，然后会觉得那样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视觉啊、触觉啊、嗅觉、听觉反而没有那么的强，又或者是没有这么的喜欢，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跟现实有一点搭不起来的感觉。第5点呢，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做白日梦的时间。很多人其实有试着想要去控制自己做白日梦时间的长短，但是发现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那以上呢，是我们在日常当中，在我们临床上面常常看见的所谓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的人会所有的一些症状。那我必须要先在这里解释一下，所谓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呢，今天我们会谈这个，其实是因为刚好有人跟我提到这个部分，跟 ADHD 有没有相关？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但是我想要提醒的一个部分就是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它其实不是一个心理疾病。它在我们精神诊断手册里头并没有列出所谓的诊断，所以不要听到说自己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些症状，就代表说我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心理疾病？不是哦，而是这是一种心理现象。那可能就是提醒你自己，可能你花很多时间在做白日梦，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影响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了。因为其实这是一个不算少见的一个现象，又或者是说，其实是有不少人会为了这样子的事情而感到困扰。
有一群人呢，他们就特别为了这个呢，做了一个自我陈述的量表 Male Adaptive Daydreaming Scale。那它是一个制程式的量表，所以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我们的描述栏里头，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做做看，看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人会有 Male Adaptive Daydreaming 呢？其实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部分，所谓的 Male Adaptive Daydreaming 呢，其实比较像是 dissociation， 就是解离。所谓解离呢，其实就是我们跟现实生活当中目前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分开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人会需要做这样子一个解离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因为也许目前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人事物情境造成你非常大的压力，或者导致你非常的焦虑，又或者是让你觉得跟你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创伤、压力事件非常的像，导致你觉得资讯过量了，已经过载了，你没有办法好好的面对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脑必须要把我们的现在的状况跟现实有一个分隔。所以呢，我们大脑就会自动的把你拉到那个白日梦的状态里头，让你可以就是在那里头去想啊，去看其他的事情啊，去想其他的事情，让你不要再去承受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所带给你的那些过多的情绪跟刺激。那这是一种保护机制。那也很多时候呢，会因为这样子呢，我们会透过这样做白日梦的方式，把我们跟日常生活有一些距离，有一些隔开的方式。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创伤的一个因应方式，只是很多人都是一个不自觉的一个状态，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 trigger 是什么，然后自己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快的一个不自觉的一个应激反应，然后马上就陷入在做白日梦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maladaptive， 甚至是一个非常 impulsive 无可控制的一个比较冲动性的一个反应机制。在这里我要再提一下，刚才我有提到，就是有人问说，这跟我们的 ADHD 是不是一样的？我想 ADHD 呢是很容易因为思绪很乱，所以呢会想东想西想东想西的。但是跟解离的状态其实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如果一些比较经验没有这么多的心理学家，又或者是说精神科医师，可能会觉得这两个部分是有点重叠的，因为其实人都不在现场的感觉，好像人都自己活在自己的La La Land，然后完全不是活在这个世界里头。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 ADHD， 没有去想到说，maybe 你有没有 adaptive daydreaming。那又或者是说呢，也许这个人其实他是有没有 adaptive daydreaming， 但是因为他的状态实在是太严重，没有办法控制，导致外人看他的状态就是觉得你老是一天到晚都在晃神，你常常都不专心，你是不是有 ADD？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必须要透过更深入的去探讨，我们才能知道这中间的区别在哪里，然后才能知道说maybe 你是比较因为注意力不足，才会导致你在我们说话的过程当中没有专心，又或者是其实你可能时不时就陷入了一个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的一个状态。OK， 这是我要回应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当然就要再讨论一下，简单的讨论一下，如果我自己有这样子所谓的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那我要怎么办呢？有几样简单的一些因应的技巧，我觉得可以试试看。首先呢，拿出一张纸，然后列出一些你觉得你可以的一些因应的技巧。例如说呢，可能当你觉得自己开始闲的时候，赶快打个电话给朋友，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去喝口冰水之类的，把一些你可以做的一些 coping skill 因应的技巧把它列下来。当你开始觉得自己的状态没有那么好，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那你可能就可以试着赶快先让自己调节一下。因为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白日梦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那个现场，在那个当下
压力太大了，或者是整个人的情绪太过于焦虑了，又或者是我们又被什么东西给激发起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适时的 manage 我们自己的内在的一个状况，让它比较一个平衡平稳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会有那种内在的一个冲动，把自己又拉回到那个做白日梦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一个内在的生理的需求，还有心理的需求。我们要如何照顾好自己内在生理需求跟心理需求呢？我们都知道人呢，有不一样的 trigger。所谓的 trigger 呢，是我们在某一些情境下，又或者是某些因素，会导致于我们做某些事情。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因为在社交场合一大堆人让我觉得非常紧张，我会觉得我很难放松，所以在社交场合，然后我的朋友都有在喝酒，所以我就会想要喝一些酒。其实我本身不喜欢喝酒，但是就是因为社交状况下，我会觉得我应该要。那这个就是一个 social trigger， 就是跟朋友在一起，还有在社交场合的时候，这个会是我的一个 trigger， 会让我觉得我想要喝酒。那这种就是一种trigger。有些人可能会是当我在寂寞觉得特别难过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忍不住想要大吃大喝，用吃的方式来宣泄情绪，来安抚自己。那这种就是情绪性的一个饮食，那这也是情绪上的一种 trigger。所以我们人都有会不同的点，那我们要了解自己，我们自己目前的状况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感觉到特别累，又或者是觉得孤单，又或者是觉得你生气了，又或者是呢你觉得比较饿了，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trigger。那当你有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征兆的时候呢，那你就赶快去回到我们刚才第一点，想一想有哪一些因应的技巧是可以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好的。如果你开始觉得肚子饿，是不是开始让自己有一些补充血糖的部分？又或者是觉得自己生气的时候，有哪一些可以让你自己赶快静下来，比较不要这么的生气的一个状况？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呢能够照顾好你自己的内在的一个生理跟性的需求，我们就比较不会让你的大脑觉得说我必须要把你拉离开现实的那种状态。第三，可能尽量让自己有设定好一个日常的行程，也就是规划好自己每天的一个行程，也是会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大脑跟人，我们是一个 habitual animal， 就是我们是一个习惯性的动物。那我们大脑是很喜欢规律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活当中尽量做的比较规律一点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发生什么事怎么会突然这样，又或者是特别的焦虑。那这样减少我们会就是有那种突然又一样的把自己拉回到那个白日梦的一个状态里头。那第四个呢，我已经提倡过非常多次，就是练习正念。我们有不少的影片都有提到过，怎么样让自己回到自己的内在，回到自己的身体，回到自己的内心的那个中心的点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很重要。当我们能够慢慢回到自己的身体，去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的就会比较平静下来一点。所以一样，我们有其他影片都欢迎大家去参考一下，多多练习也会对你有帮助哦。那最后一个呢，一样的，如果你觉得我已经试过这些事情啦，可是我还是觉得没有什么用那我真的很建议你去找专业的人来帮助你，去找心理师，或者是去找精神科医生，先去找他们谈一谈。心理师的好处就是我们会去帮你去了解是什么导致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会去看你的 trigger 是什么，然后你曾经使用过的因应措施有哪些，那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导致这些措施并不可行，是不是哪里我们可以再继续改善，又或者是我们可以还有哪一些工具，哪一些技巧你也可以再适当的去应用配合，也许会有更多的帮助。又或者是过去有哪一些事情是没有被解决，导致于你现在可能在一些状况下你就很容易会被有这样子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创伤反应的一个应激反应呈现出来呢？那帮你去了解，然后我们去释放我们的过去，我们才不会在同时间一直不断的被我们的过去所牵绊着。
以上就是我简短跟大家介绍所谓的 maladaptive daydreaming 的一个部分，不知道内容对你有没有帮助，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人也是有遭受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如果有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出去哦，这样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如果你想要听到什么样其他跟心理相关的讯息的话，不要客气，在下面留言，我们都有看你们的留言，也会努力的回答。OK， 那我们下一次见喽。